相比起大放异彩的旗舰机，千元机的竞争其实也相当的激烈。除了大家一如既往还是对于处理器的刀法比较执着之外呢，现在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可以在千元手机中看到非常不错的屏幕配置。今天要介绍的这一款机器，主打高颜值、曲面屏以及大容量的3大卖点，重点是价格非常有吸引力。没错，就是我手上这一款 Honor X9 的后继机种 Honor X9A 啦。相比起 X9，它看似升级不多，但上手之后，其实我发现升级点超多。外观方面，基本上 X9A 延续了家族的 DNA， 只是从圆筒变成了圆环了。细细瘦瘦的圆环设计，新鲜感非常够，而且辨识度比圆筒还高。加上中间的区域是一块如假包换的磨砂玻璃，日常握持除了触感疗愈，而且也解决了圆筒的指纹问题。那这个模组设计10分满分的话，大家又会给多少分呢？大家应该有发现到一点了，没有错，就是这一次第2个升级，就是背盖用上了实打实的磨砂玻璃。玻璃的优点本身就是质感强、触感舒服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加分的。这个价位的手机，一般他们的视觉以及产品的质感呢，都是比较参差不齐的，所以荣耀 X9A 这次干脆1不做2不休，直接尽可能的把它的产品质感拉满。除了这一次用上了玻璃之外，也把机身做成了双曲面，至少让消费者还没上手之前就给人看起来很高端的感觉。而大家也应该都知道，这个价位一般如果要做到轻薄的话，要么就是砍手感，要么就是砍电池。而荣耀这一次，我觉得它的表现呢还是蛮脱颖而出的，是因为它完完全全没有以上的问题。我这么说是因为 X9A 控制在 7.9 毫米的厚度以及175克重的前提下，还塞进了一粒相当大的电池。如果你真的要说的话，其实它这个重量，你说它很轻，它又不是；但你说它很重，它也不是。不过它是一个很揪手，就是拿起来刚刚好的一个手感来的，所以我对此是相当满意的。我这次拿到的配色叫彩云追月，但由于我个人的学术造诣没有去到那么高，那我们就叫它小白好了。小白本身是一款磨砂质感的珍珠白，它闪得来非常嫩，偶尔还有一种天空蓝的感觉，说真的很特别。当在光线的反射下，它会反射出不同的彩虹纹。我单方面宣布，这一款颜色就是今年荣耀 X9A 全系最好看的配色。第2个让它的质感提升了一个档次的地方，就是它用上了曲面屏。曲面屏一般来说，主流价位段都是在1600以上才能看到的，所以这是一个相当吸引人的卖点。而且它只是一个微曲的设计，所以除了视觉效果的提升，更不会造成太多的误触问题。规格上，这是一块 6.67 寸 120Hz 的 OLED， 10.7亿色，180%的 DCI-P3 广色域，也支持屏下指纹。因为用上了 OLED， 所以下巴呢有办法压到比较窄，这是对于日常使用或影音娱乐的视觉体验都提升非常大。加上这台 OLED 的显示效果不会糊，颜色很 sharp， 确实相当的有看点。其次，我蛮喜欢的是它连采样率也达到了300Hz， 跟手性同样也是提升不少的。大家可以想象成 Honor 其实大部分的屏幕参数都搬过来这里了，就可见这一次 Honor 呢是非常有诚意的。还有一点就是 Honor 其实放进来的技术也是 Honor 这一次最不讲武德的一次，就是它支援了 1920Hz 的 PWM 高频调光。那高频调光的好处，这里 Lex 呢也重新说了一次，就是用户在低光环境下看屏幕，眼睛能有效的减低疲劳以及负担，达到了护眼的效果。总之，屏幕在这个价位段的手机来说呢，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短板的，基本体验要什么有什么。如果你硬要挤一个的话，我可能觉得专支马达还有单喇叭呢是让它稍可惜的地方。相机方面，它这一次搭载的是6400万的主摄，500万的超广角，还有200万的微距镜头。主摄的白天样张基本上没有什么大毛病，我觉得算是正常的发挥吧。不过大家可以注意它主摄算法的2个大方向 ，AI 模式对于饱和度的调教非常激进，而普通模式对于照片的细致度把控更高。AI 模式的好处是照片的讨喜度来得更高，但是不适用每一个场景，就比如下午阳光比较猛烈的时候呢，就比较欺负人啦。我觉得其实荣耀的 AI 模式呢是不错的，大家上手后呢，建议第一时间是疯狂的去拍照。当你抓到那个感觉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你几时需要用到 AI 模式了。夜景的部分呢，我则是非常吓到的，是因为预览效果跟实拍样张是大相径庭的。到底荣耀有什么魔术？现在就给大家看看实拍的预览效果。非常庆幸的是 X9A 只是预览弧，实际的拍摄效果是挺不错的，只要不是太暗的地方，它的表现其实是有比 X9 进步一丢丢的。来到了硬体的部分，这一次它的处理器搭载了骁龙695的 SoC， 其实这一款处理器的效能是普通通，但因为它的功耗不大，所以耗电和待机都是偏强的。加上它还搭载了一个比大电池还大了一丢丢的5100毫安时电池容量，用一天其实都能剩很多电，同时充电也至少有一个40瓦，无脑使用呢
快速回血都是有一个保证的。一般来说，这个价位在选购上，另外一个比较头痛的地方呢，就是容量的问题啦。一些手机的 specs 它是很美，可是容量不足。可是当我 upgrade 去那个容量大的时候呢，就到我的 budget 不足。荣耀也深知这一点，所以这一次的容量选择只有 256GB。那你在购买之后也不用担心以后容量不足的问题了。容量大可以解决储存上的问题，也可以给用户带来非常流畅的体验。因为现在可以开启最高 5GB 的 VRAM， 加上本来的 8GB， 就等于有 13GB 的 VRAM 了。那 VRAM 的实际效果有多大，我没有办法详尽的描述，但我能确保的是，至少在运行跟后台管理上是有帮助的。其实这一款手机的定位是非常不错的，因为首先你要在这个价位上找到一个高刷的曲面屏，还要有一个高频的 PWM 调光的，是属实非常罕见的。其他方面我不敢说表现特别亮眼，但如果大家仔细发现的话，它的表现相当均衡，没有很强，但不会太差。相信这个影片出了之后呢，还是会有很多人跟我讲它的处理器怎样。其实我是觉得，反而因为它用上了这个低功耗的处理器，所以才在续航上造成一个非常亮眼的成绩。如果你本身是一个非游戏用户，你只是想买一台看起来不错、用起来也舒服的刷抖音神器，那它是一个非常适合你的选择。其实现在的长辈级用户呢，都很会选手机的，丑一点就算多有性价比的话，也是不会肯用的。那 XUA 的颜值高，待机能力也超强，重点不贵的特点也是非常适合他们的选择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在选购上的疑虑。那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可以在留言下面问我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。